嗨，家人们，我们现在在巴黎的民宿。为什么我突然来巴黎了？我要蹭住妙公子的民宿。然后我的床就是这个沙发，未来1周。这个房间我觉得还挺好的，虽然上来的电梯很小，但是进来还是感觉很舒适的。而且我们昨天晚上飞过来的时候，2个人都被临时升到了超精，所以昨晚还是半躺着过来的，没有那么累。给大家简单看一下这个民宿，我们就去吃饭吧。Let's go。在巴黎住酒店真的没有住民宿的性价比高，所以建议大家找一找有连住优惠的民宿，应该能省下不少预算。给大家看这个电梯，最多只能站2个人。如果你跟你 dating 对象一起回家的话，就直接可以在电梯里直接电梯热吻。哦，这个要自己推我的哇！没想到第一天来天气就这么好，我们要吃这一家 Accent， 哦，是米其林哎。这家餐厅呢是法日融合的菜系，来了巴黎之后才发现法国跟日本的文化交融还挺多的。来吃第一顿饭，廖公子帮我把餐标拉上来，看一下这一期视频的男主角换了，公子请客。刚刚那个小猪那么可爱，结果是血布丁，而且我怀疑它是猪血的。看一下这个鸡肉，上面是鸡皮。真的法国人做菜，我真的是没吃过几次法餐哈。然后里面有牛油果和草莓，这应该是鸡蛋加奶油生的之类的。你会吃了，回去让刘子做。刘子说我不能吃，我还得给你做。来吃这个，这个是鱼味，我跟你讲。我就是山猪吃不了细糠，不给你丢人。然后妙公子下次无法入境法国，没有我。我们2个呢点的是人均100，每个人6道菜的 set。其实口味和概念都不错，但是呢，因为分量太小，2个男生呢很难吃饱。感觉巴黎值得吃的餐厅太多了，我唯有建议大家提前预定一些想吃的，所以我这家就不做推荐了。我们现在要坐地铁，大概10几分钟去到香街逛逛街，然后去看看那个凯旋门能不能登顶。然后今天有时间的话会坐一下游船。再吃一个甜品，一个玉米雪糕，这一次是真正的最后一道菜了。薄荷的日本蛋糕，然后这个是一个泡芙，喝上我在法国的第一杯 espresso。怎么一瞬间穿到 USA 了，家人们？我们现在去坐地铁，然后去香街。香街会不会像南京东路一样？什么叫像南京东路一样？南京东路就是假装很有名，但其实很乱啊。那不会，香街还是 fancy 的。好的，我们在买地铁票。哇，它9张是36欧9。法国政府真是穷疯了，对，用这么破的机器，然后再卖我这么贵的票。虽然我想夸一下，但是我害怕毒奶。我说害怕毒奶，我觉得挺安全的，这很安全，而且挺干净的。有人觉得它脏，其实因为它旧。就我们刚刚坐这条线，9号线是1922年建的，也有100年。我感觉刚刚有的站点就是站了一些工作人员，其实奥运期间我觉得还是会比平时严格一点。我们出站啦，大家有没有看到警察超多，满满的安全感，满满的安全感。然后前面就是凯旋门，好多鸽子啊，而且他们完全不怕人哎，就像我这样走。我感觉还是挺南京东路的，刚刚被否定。anyways， 然后我们现在去逛一家 K， 找到你喽。蛮大的，两边就是美丽鞋子。这个颜色其实挺好看的，这个也有点特别。155，在 ins 上看这件超高级，不知道为什么在这看着像 Zara， 而且这一件要卖200欧。I was like
大祛魅好吗？公子还在乐此不疲的挑选，已经困了。这层有一个奥运品，奥运会的纪念品。我们来看看这海报多少钱？不写价格的吗？但这一张真蛮好看的。我还是觉得很荒谬，我买完了，但是想给大家感受一下这儿的价钱。最便宜的呢是这个，所以40一张冰箱贴，我买了3个。然后我让你们看看多离谱啊！就是这个东西我是看上的，我觉得还不错，8欧，8864。然后这吉祥物，人民币150，就这么小一点。给大家看相街旁边的 LV 巨大无比，然后前面就是凯旋门啦。我感觉今天就不抱希望能上楼了，太多人了。今天真的是来当游客了，这条路走的有多难，谁知道？然后如果你想进去的话，应该是有地下通道可以，但是我们就先不过去了。已经困了，用一杯啤酒激醒自己。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款式，这边确实好看一点，然后跟国内价格差不多。我终于上身了今天的第一件试穿，还可。太恐怖了，太老年了。跟妙公子来取衣服。歌剧院到了，但是它在装修，所以有个大牌子在挡住它。笑死了！姜公子把谈的货放到家里，然后我们俩现在，我们4个还有2个人要去吃晚饭，然后坐塞纳河的游船。路过了一家4.5分，而且人均没有那么贵的小酒馆。今晚吃意大利菜好了。他们这边可乐都是这种瓶装的，就非常的原始，好喜欢。哒哒哒。妙公子今天下午在闪电，我买帽子跟我买袜子一样轻松。喝了1、2杯酒，现在走路去码头。这个船在某宝上买只需要花50人民币，然后据说能坐1个小时。幸运的话，应该能看到闪灯的巴黎铁塔。我们看到铁塔了，现在应该是已经晚上9点多了。等我们上船，估计就可以看到夜幕降临。然后往下就是码头，有幸跟带奥运5环的铁塔合影了。这个天色真的还好是这个点儿，你再给我敷衍一下看看吗？你再敷衍一下我看看。我敷衍了吗？虽然你地陪了别人100次，但是我是第一次来。Sorry。在那里，我觉得跟不同人拍过照。谁问了？我说的，我自己找的。这个5环的颜色还会变呢，现在变成了白色。在巴黎待了1个星期，这个游船是我觉得最值得体验的项目。只需要50块人民币，你就可以在塞纳河上吹着晚风畅游1个小时。从铁塔脚下启程，路过卢浮宫、巴黎圣母院，左岸右岸尽收眼底。从一座座500、600年历史的桥下穿过，桥上的行人跟你挥手示意，像是共同庆祝等了1天的落日和晚霞。而岸边橘色的路灯昏黄，穿过树叶洒在爱侣和好友的身上。
他们举起酒杯，消遣着脚边的水声和难得的夜色，而我站在船上，为眼前这一切的浪漫出了神。那一秒我知道，我一定会再来巴黎，再从塞纳河畔登上这艘船。不同的是，我一定会带上家属，带上最爱的人，这才算没辜负了这一场浪漫的恩典。开幕式的座位。现在你在上演的是《爱在黄昏日落时》。那我应该找一个中发的男人，然后跟他抽着烟，端着酒杯坐到天亮，坐在河边的左。巴黎圣母院到了，2个塔尖到现在都没竖起来吗？12月真的能建好吗？嗨。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 all around. Just like me,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. Just like me, they long to be. 我们现在下到楼下1层了，因为上面下雨了。哇，这闪电还在闪。这叫干嘛？这叫我们情景再现开幕式，这是一个我们纯粹的感受。Oh my god！ 该回去睡觉了。家人们，你们看起来还好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可能会见证暴雨中的闪灯的铁塔。怎么个事儿呢？我刚上船的时候我说什么？妙公子，你说要是开幕式那一天，要是有今天这个天气该多好呀！对啊，因为今天晴空万里嘛。对啊，今天就晴空万里，被狠狠满足了，谢谢你，巴黎。让我们一起见证它会不会闪灯。10、4、3、2、1。Oh my god！谢谢你，巴黎。